三份财报公布后，市场先用股价投票。特斯拉财报发布后收跌大约14.5%，谷歌财报翌日下跌大约7.1%。英特尔更有意思，财报刚出来盘后先涨，但第二天常规交易时段反而收跌大约7.9%。你看，三家公司不完全一样，有的盈利差，有的业绩其实很强，但市场最后给出来的反应都很冷。同一时间，费半指数，也就是美国半导体股指数，7月已经跌了大约27%，从6月底高位算起，回撤接近29%。更关键的是，费半30只成分股全部跌穿50日线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市场不是单纯不喜欢某一家公司，而是在把 AI 和半导体这条最热的主线拿出来重新估值。如果你手上有 AI 股，现在最痛苦的可能不是跌了多少，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跌了10%以上，要不要抄底？谷歌这种大公司跌了，是不是安全？英特尔业绩有亮点，为什么还是先涨后跌？这些问题，如果你只是靠新闻去猜，很容易被市场甩来甩去。如果你上一集有看完，你应该记得我问过大家要不要我分析特斯拉、谷歌和英特尔的财报。这一集我会讲，但我不会把它做成3份财报读书会。真正重要的是，这3份财报加上现在费半指数的转弱，正在告诉我们美股科技股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我是 Rich 张富友，11岁入市，12年实战。我不靠报名牌，不靠内幕，用一套连10岁小孩都看得懂的强势股方法，带你顺着趋势找买卖点，看懂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走。技术分析真正有用的地方，不是预测明天涨跌，而是帮你把趋势、买点、止损和风暴比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交易决定。如果你是想慢慢研究一家公司长线值不值得持有，Chief Papa 那条线更适合你。但如果你卡住的是财报后追不追、等不等、错了怎样走，这条片就是给你的。新闻只是起点，价格、成交量和风暴比才是出手依据。其实这件事，我之前的一条影片已经提醒过大家，闭眼买 AI 概念股就能躺赚的黄金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。第一阶段是什么？就是只要名字沾到 AI， 只要故事讲得够大，资金就愿意先买。那个阶段，很多股票不是因为业绩已经交出来，而是因为市场愿意先相信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现在进入第二阶段，市场会变得更挑股票，只会讲故事，交不出业绩的跟风股会被资金淘汰。真正掌握核心瓶颈、有实质订单、有自由现金流的强势股才会被资金留下来重新定价。这就是为什么3份财报公布后，市场反应会这么敏感。以前市场看 AI 愿意先相信故事，现在市场开始问你花出去的钱到底什么时候变成现金流？你讲的未来到底什么时候变成订单、利润和股价强势？费半指数的跌幅就是这个阶段切换最直接的讯号。7月跌超过20%，30只成分股全部跌穿50日线，这不是普通震荡，而是资金在重新筛选整条 AI 链。它不是在说 AI 完了，而是在说容易赚的阶段完了。所以这条片我不是要告诉你哪一家公司一定会涨，也不是叫你看到大跌就去抄底。我最想帮你看懂的是，当市场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，普通散户最容易犯什么错？真正有系统的人又会怎样等机会？我们先把3份财报看清楚。这3家公司在 AI 第二阶段里，其实代表3种完全不同的角色。特斯拉是 AI 梦想投入者，第二季营收大约282亿美元，年增约26%。交付48.126辆车，这个数字不差。可是它2026上半年营运现金流大约86.34亿美元，资本支出大约82.8亿美元。公司还说，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预期会超过250亿美元。这就是特斯拉财报最核心的矛盾：车卖得不差，但是股价里面有一大部分是在买未来的 Robotaxi、FSD 和 Optimus。市场现在要他证明，这些投入不是只会消耗现金，而是能够变成可见收入。所以我看特斯拉不会只问营收有没有超预期，我会看财报后股价有没有先止血。止血就是不要再一直破低，修复就是要收复财报后的压力区，转强就是反弹的时候比费半强，而且有成交量承接。那谷歌是重资产化的平台公司，第二季营收大约1198亿美元，年增24%。Search 还有增长，谷歌云年增82%。正常来说，这不是一份烂财报。
可是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涨到约1950亿到2050亿美元。公开报道还提到自由现金流转为负数，市场自然会敏感。所以谷歌的问题不是业务没人用，而是好公司遇到市场重新估值。Search、YouTube、Cloud 都不是弱生意，但是如果 AI 基建花钱更快，投资人就会重新计算高增长值多少，低自由现金流又要扣多少估值。这种股票最容易让散户犯错，因为大家一看到大型科技股跌就觉得安全，但好公司也要等好买点。英特尔是 AI 供应链受益者，他不是单纯花钱买算力的人，他有机会受惠于别人花钱。第二季营收161亿美元，年增25%。DCAI 也就是资料中心和 AI 业务收入63亿美元，年增59%。Foundry 收入58亿美元，年增31%。公司第三季营收指引也给到158亿到168亿美元。这些数字告诉我们 ，AI Compute、CPU、先进封装、制造产能这些需求不是完全没有真实支撑。但是英特尔过去几年的问题不是没有故事，而是执行、制程、毛利。Foundry 能不能长期赚钱？更关键的是，它财报后盘后先涨，第二天又收跌，这个反转很重要。当费半指数整体跌得这么深，就算英特尔财报有亮点，也不能直接等于买入讯号。财报是基本面，指数是资金态度，两个要一起看。所以这3份财报放在一起，结论不是全部都差，而是市场的要求变高了。特斯拉要证明 AI 投入能不能变现，谷歌要证明巨额 AI 基建不会长期压住自由现金流，英特尔要证明增长不是短期反弹。3家公司背后其实是同一个问题：故事能不能变成现金流？现金流能不能支撑估值？估值能不能被价格确认？少了最后一步，财报再好也只是新闻。这件事不是财报公布之后我才回头解释。AI 第一阶段结束这个提醒，其实和我6月18日在 GMT 里面跟同学讲的是同一条线。2026年看美股科技巨头，真正要严肃看的不只是 AI 可以创造多少收入，而是科技巨头为了参与这场 AI 竞赛要付出多大的现金代价。当时我跟同学讲，自由现金流会变成重要指标，公司本业赚到钱是一回事，扣掉资本支出之后，还剩多少钱可以自由运用，又是另一回事。如果公司赚很多钱，但也花更多钱买 GPU、盖资料中心、扩充算力，估值逻辑就会变。以前大型科技股像轻资产生意，规模做起来，现金流漂亮，市场愿意给高估值。可是 AI 把他们推向另一条路，越想赢越要先花钱，越想保持领先越要更新硬体。巴菲特最近谈到谷歌和 AI 竞赛，也点出一个变化。这些公司不是在玩以前软体公司那种低资本支出的游戏，而是在拿几百亿、几千亿美元去打仗。AI 革命可能是真的，但是股东要先付很多真金白银。更麻烦的是 AI 硬底不像传统厂房 GPU、AI 加速器和资料中心架构更新很快，这代表 AI 资本支出可能不是一次性高峰，而是一条长期垫高的成本线。所以这一轮市场调整不是简单一句 AI 泡沫爆了，更准确的说是市场开始把 AI 从梦想题改成算术题，收入增长多少，资本支出多少，自由现金流剩多少，这些问题现在都要进估值模型。现在最重要的矛盾 AI 故事还在，但 AI 链的价格先坏。这种市场不适合盲目悲观，也不适合盲目追高，它更像一个选择性市场，资金会从高估值、高资本支出、高预期的 AI 股转去现金流更清楚的地方。如果你现在只看单家公司，你可能会觉得特斯拉只是利润问题，谷歌只是资本支出问题，英特尔只是财报后震荡。但把它们放回费半指数，你会发现同一条线，半导体和 AI 链已经不能再用前几个月那种 AI 什么都买的打法。财报后最危险的地方不是股票跌，而是散户以为自己一定要立刻做决定，看到特斯拉跌 14.5% 就觉得便宜，看到谷歌跌 7.1% 就觉得大公司安全，看到英特尔业绩有亮点就想赌它反弹。但这些反应很多时候都不是交易系统，而是情绪。我经常跟同学讲，猜财报不是投资，是赌。你可能猜对1次、2次，但只要有1次重仓猜错，市场就会把前面赚到的全部拿回去。真正专业的做法是等财报出来，等市场消化情绪，等价格和成交量给你讯号。同一只股票进场位置不同，结果可以完全不同。
你在跌势还没止血的时候买入，可能只是接住一把下落的刀。你等它修复关键位置，重新跑赢同板块，再去算盈亏比，才叫做有计划。比如你看到一只股票财报后跌很多，心里想跌这么多应该差不多了。问题是你的错点在哪里？如果你错了，你愿意亏多少？如果你的风险是10%，但是上方合理空间只有6%到8%，这笔交易就算方向猜对，盈亏比都不漂亮。这就是我一直讲的，什么时候买比买什么更重要。好公司买错位置，一样可以变成坏交易。普通人最容易输，不是因为不努力，而是因为没有一个错了怎么走的答案。接下来美股科技股会怎样走？我不会用猜的，我会沿着一条顺序看。止血、修复、转强，先看费半能不能止血。费半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立刻创新高，而是先不要继续放量破低。你要看到它跌势放慢，反弹的时候不再被大量卖压打回去。最好有几只真正强的半导体股先站回50日线。没有这个动作，半导体就算弹，也可能只是技术反弹。再看财报后跌幅能不能修复。特斯拉跌14.5%之后，如果只是继续破低，代表市场还没有原谅它。谷歌跌7.1%之后，如果反弹没有成交量，代表市场仍然在计算 AI 资本支出的代价。英特尔如果从好财报变成跌7.9%，那就更要看它能不能重新站回财报前后的关键区域。最后看强势股能不能重新跑赢。真正健康的科技股反弹，不是所有股票一起弹一天，而是你会看到一批股票先守住均线，收复缺口，成交量回来。这些才是我会放进 watch list 的股票。这里可以看看 William O'Neill 一个观念 ，Ken Slim 最后一个 M 就是 market direction， 也就是市场方向。很多散户只看自己喜欢的股票，但真正做交易的人一定要先问市场本身有没有支持你。如果指数在破位，故事再漂亮都会变得很难做。Mark Minervini 最近也提醒过，不要只关心别人的仓位，要关心你自己承担了多少风险。这句话很适合现在的 AI 股，故事越大，越要记得交易要先控制风险。所以现在到底应该买还是等？如果费半开始止血，强势股重新站回50日线，财报后的跌幅开始被修复，并且成交量有承接，那这次 AI 回调可能会慢慢变成新的筛选机会。到时候我会找的不是跌最多的股票，而是跌完之后最先修复、最先跑赢同板块的股票。如果费半继续放量破低，财报后的缺口修不回去，强股也站不回50日线，那就不是抄底环境，而是风险控制环境。这种时候我会先降低仓位，减少追高，等市场重新给出讯号。交易不是斗胆量。如果市场横行，费半弱，但是少数非半导体科技股或者现金流清楚的板块走强，那就是轮动市场。这种市场最怕你拿旧地图做新交易，还以为只要是 AI 名字就会涨。你要重新排序，谁仍然强，谁只是反弹，谁已经跌坏。所以你看完这3份财报，真正要带走的不是3个股票答案，而是一条判断链。先看费半，再看个股能不能修复财报后跌幅，再看相对强弱，最后才看买点和风暴比。顺序对了，你才有机会在市场重新定价之后，找到下一批真正强势股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心里还是问，那我怎样知道哪一只是真的强势股？怎样知道反弹是机会还是陷阱？这不是你新闻看得不够多，而是你还没有一套把新闻变成交易决策的系统。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买，什么时候该卖，什么时候该空手等待。你必须把投资变成一件有纪律、有逻辑的事情，而不是凭感觉、凭新闻、凭别人的推荐。我看过很多人，不是不努力，也不是不聪明，而是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输。股票没有涨的时候不敢买，新闻很热的时候追进去，跌下来又不知道错点在哪里。最后市场真的给了机会，他也抓不住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把12年实战里最核心的东西整理成一堂60分钟的银市技术公益课。这堂课不是叫你背财报，也不是给你一个股票号码，而是帮你建立基本的进出场判断。如果你不想每次财报前靠猜，不想看到股票跌了就乱抄底，涨了就乱追，连结我放在下面，你可以先去听这堂免费公益课，把最基本的交易系统建立起来。最后我用一句话总结这次财报给我的讯号： AI 故事还没有结束，但是容易赚钱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。特斯拉要回答 Robotaxi、FSD 和
Optimus 的投入什么时候可以变成可见回报？谷歌要回答1950亿到2050亿美元级别的 AI 基建会不会长期压住自由现金流？英特尔要回答这次 DCAI 和 Foundry 的增长能不能真正变成长期转机？而你作为散户，不需要急着替任何一家公司回答，你要做的是等市场自己用价格回答。如果费半止血，财报后跌幅被修复，强股重新站出来，你再计算风暴比。如果价格守不住，故事再漂亮，都要先放回 watch list。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怎么看现在的美股，我们一起讨论。以上内容只做教育和研究分享，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。真正进场之前，一定要按自己的资金、风险承受能力和交易计划去决定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传视频的通知了。我们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通过实事来简单的讲给你听。也请你把今天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关心投资的朋友。我们下条影片再见。